佩洛西在前往亚洲的路上连发5条推文，其中1条是关于众议院刚刚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设置了对华护栏，禁止获得补贴的企业在华设立芯片工厂。外界注意到，佩洛西此行的新马韩日都是半导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国家。佩洛西借刚通过的新法案推动相关产业重组，配合拜登政府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有可能是他出访的一个重要议程。佩洛西周日在前往亚洲的途中发布推文，提到民主党人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称该法案将大大降低美国芯片制造成本。佩洛西也是美国半导体战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佩洛西率团出访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被视为芯片产业链上的重要国家。日本和韩国是美国正主导组建的所谓4方芯片联盟所积极拉拢的2方。日本在半导体设备及原材料端保持领先地位，其企业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的份额为 35%， 在全球半导体原材料市场的份额为 52%。而韩国半导体出口已经连续9年占据该国出口首位。2021年，半导体出口占韩国所有出口比重的 19.9%。同时，韩国准备在10年内培训至少15万芯片行业人才，以增强劳动力储备。如果单纯的满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一己之私，很可能使这个韩国、日本这样在中国芯片这个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的一些这个国家，就是失去这种巨大的市场的。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同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举行经济版2+2对话。美日会后宣布，将针对新一代半导体研究启动建立一个新的研发机构。据日媒报道，该机构将于今年年底在日本成立，用于研究2纳米半导体芯片。该机构还将包括1条原型生产线，并将于2025年开始量产。但讽刺的是，正是美国在1986年用不公平美日半导体协议，使日本丧失了在半导体领域自上世纪70年代建立起的主导地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奉劝美日不要将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不要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更不要打着什么合作对话的旗号行分裂和对抗之实。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自身就是美国开展经济胁迫的受害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多次对日本发起经济制裁，不择手段打压日本优势产业，甚至推动对日本经济做结构性大手术，这些都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经济胁迫。令人不解的是，日本为何选择性失忆，还要盲从呢？而作为佩洛西亚洲行的首站新加坡，由于坚持制造业比例不低于 25% 的产业结构，所以造就了新加坡半导体产业的辉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加坡半导体行业实现了显著增长。2016年的数据显示，半导体已成为新加坡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占电子制造业 58% 的份额。而马来西亚有着半导体封测重镇之称，是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主要中心之一，占有独特地位。分析指，佩洛西此行正是希望借芯片法案通过的东风，将这些国家的芯片产业纳入美国掌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但美国国会山报就针锋相对指出，芯片和科学法案必然会导致全球分工出现混乱，增加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国际独立研究机构高德纳分析师日前表示，美国政府用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公开补贴有建厂计划的芯片企业，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美国国会上周表决通过总额达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最快本周将由拜登签署生效。但拜登上周六新冠复阳，将重新隔离至少5天，增加了该法案签署成法的不确定性。
根据法案，美国政府将为本土芯片制造商提供520亿美元补贴、240亿美元税收激励，并在未来5年拨款约2000亿美元支持相关创新、培训与研发，以提升与中国竞争的能力。中国商务部上周五在官网回应称，美国芯片法案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法案部分条款限制有关企业在华正常经贸与投资活动，将会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多家美国设备制造商过去2周接获官方通知，被要求不要向中国提供用于14纳米或以下芯片制造的设备。2020年底，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公司未经许可向这家中国芯片巨头出售可用于制造10纳米及更先进芯片的设备。此次拜登政府将对芯片制造的限制从10纳米扩大到14纳米，意味着更多半导体设备受限。这一限制不仅影响中芯国际，还将波及台积电等在中国大陆运营的代工芯片厂。而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随着美国芯片法案通过，相关部门正酝酿新一轮针对中国芯片业的限制措施，最快可能本周就推出。相关限制可能从生产设备扩展到装机和维护领域，例如禁止供应商为已出口到中国的设备提供后续服务，加大设备维护和升级的难度。企业未来要提升芯片产能、搞创新突破都会更难。但业内人士也认为，芯片法案是把双刃剑，可以倒逼中国减少对美国设备的依赖，加速芯片业国产化进程。佩洛西在飞往亚洲途中曾发推文，拿众院刚通过的芯片法案说事。佩洛西此访会拿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做文章吗？此次呢，美国国会通过芯片法案，佩洛西呢可以说是幕后的重要推手。可以说呢，佩洛西实际上代表美国国内目前呢对华强硬派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对中国呢必须加强竞争，而对中国的竞争呢，可能并不像以前特朗普时代那样一味的呢在关税领域或者说在货物贸易领域对中国施压。毕竟呢，民主党包括佩洛西本人呢也看得很清楚，中美贸易呢绝对不是谁对谁的单方面恩赐，中美贸易实际上是客观的市场规律和产业结构使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上台这在科技领域呢，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拜登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看到呢，拜登政府实际上呢，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可以说进行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限制，那就是绝对要限制处于最前沿的芯片生产流入中国，或者说呢，处于最前沿的芯片供应链能够呢受到中国的影响，这可能是拜登政府目前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在。但是呢，很显然，无论是拜登总统本人还是佩洛西，他们也很清楚仅仅靠美国自己的力量，想在芯片产业方面对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实际上还是非常难的。毕竟呢，整个芯片产业链它包括设计、制造、测试以及应用环节，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研发设计这个环节处于比较大的优势，而在后面的测试、制造以及应用环节在亚太地区众多的国家，从韩国到台湾地区实际上都形成了比较强的优势。在拜登政府看来呢，如果说要在芯片领域对中国的科技竞争一种绝对优势，就必须能够拉拢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效的参与美国所谓的芯片联盟，利用这种联盟的优势，对中国形成更强的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佩洛西的亚太之行它一方面当然是在政治层面喊口号，进一步推进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想做点实际的事情，那就是能够更有效的尽早推动拜登政府所心心念的芯片联盟的形成。